从科普的角度来讲，在刚刚遭遇失恋的那一刻，由于惊慌、质疑、暴躁、沮丧等种种负面情绪的干扰，每一个成年人都可能会成为一个没有独立思维的低等动物。而且由于血型、星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，分手现场也是千姿百态的。有时候分手要抢占先机。分手吧，我们两个性格太不合适了。你要什么？夫恩分是偶少，分手你都听不懂。有时候也可以做到文质彬彬的分手。我觉得我们俩好像出了点什么问题。保重。有的分手是一个小型的犯罪现场。万尔轩，你看，此时的你还在兴致勃勃地看着别人的故事。没错儿，就是这样。在一件倒霉事发生以前，你永远也不会以为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而一旦它真的发生，你就会发现，之前我们所受的所有教育，都没教过我们该如何面对与自救。提醒千千万万个黄小仙儿，即使你所在的地方地壳稳定，坚如磐石，也请你在床头备好地震急救包，因为一旦天崩地裂，撕心裂肺，你真的来不及，也躲不掉。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应该再互相了解一下，性格也没有那么不合适啊。那天，你说。看个电影哭成那样，至于吗？失恋天天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太夸张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都开始了。不是，大爷给我这什么意思？直说了呗。那男的谁啊？华涛。哎呦，没事。觉得洪章演的太好了。是不错。他那个叫什么白百合也演的特别好。每个人的故事都像别人的小说或电影，只要事不关己，永远遥不可及。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，都有人在这样的沙丁鱼罐头里挤得乱七八糟。
每一张平凡的面孔背后，都可能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黄小仙儿与王小贱。王小仙儿，我始终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，你是想让时间的钟摆一直停在今天呢，还是像现在一样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？王总，哦，我已经拿到婚纱了，这就给客户送去。是，您放心，我1小时内准到，耽误不了今天彩排。我知道，明天上午婚礼嘛，这事儿还用您亲自操心呀。在您带领下闯荡婚庆行业这么多年，我就算不是您麾下一员虎将，为虎作伥那伥我也得担得起了，是吧？是，被老虎咬死的人才叫伥呢。您大慈大悲，哪能那么对下属啊，是吧？哎，好嘞，我不贫嘴了，等婚纱送到再给您报告，行吗？哎，你闻闻。挺好闻的，但是我觉得没有你自己的味道好闻。有人说，地震来临的时候，会听到一种特殊的声音。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在我的世界天崩地裂的那一刻，我闻到了一种令我终身难忘的味道。是花香，基调是青草香，余味是檀木香。我的分手现场是香的。这样我走了啊。怎么了？
你拉东西了。是吗？拉什么了？没有吧？你真拉东西了。拉什么呀？我这。啊！哎呦！好。你把我装包里带走吧。好啊。听话，待会儿上班别迟到了啊！我先走了。你干嘛呀？贝贝，我不能相信，这两种表情可以魔幻地发生在同一个男人脸上，而且就在几个小时之内。和他在一起的这7年里，我一直以为我会每天早上和他说声早上好，每天晚上说声晚安。早上好，晚安，直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。而此刻，那些我们曾经有过的好情谊遭到了毁灭性的质疑。比这一切更足以将我击垮的是，他身边那娇羞的新欢，竟是从大学起便和我厮混在一起，四处嬉戏的首席资深闺蜜。1、2、3。再见，毕业以后咱们还要在一起。那当然，永远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一个人究竟要糟糕到什么田地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？男朋友劈腿，小三是自己的闺蜜，恍惚间，我都能听到老天爷在上空指着我，发出不屑的笑声。客户的婚纱你拿哪儿去了？你人现在在哪儿？不是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我警告你啊，公司里不缺你这位，没事你别跟我玩失踪，赶紧给我回来！混蛋！你们都是混蛋！我回去了。我送你。咱俩现在还怕什么呢？都已经被人发现了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现在不想。他给你打电话了吗？短信呢？好几个小时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前面就是公交车站，我坐公车回去，你也回去吧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得送你。我怕小仙儿要是在你们家门口等你，她如果有火的话，应该撒在我头。
黄小仙儿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别看了，这也不是小仙的风格。要不，我跟你回你那儿吧。怎么了？哎呦，我把明天要开会用的那个 PPT 落在他那儿了。哎，昨天晚上你们俩还在一块儿吧？啊。陆然，哟，我到家了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水冒出来了。那个小仙儿去找你没有？没有。我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跟你打个招呼。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先休息。晚安。
办公室开会，发了好一大封脾气，好像骂的还是你。这是一个不缺的女人啊！落枕了，想去也去不了。这就是那件本来你该昨天下午5点之前就送到客户手里的婚纱吧？是这样，怎么着？什么意思？我看泰坦尼克号下水之前，岸上的人都是这么冲他挥手的，你猜他们什么意思？我见你有没有同情心？我就是同情你才跟你挥手告别的。王小山，婚礼现场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还有不到1个小时。王总，不是那婚纱上怎么那么多鞋印啊？你穿婚纱打群架去了？不是，对不起，王总，我光对不起有什么用？啊，你现在蔫了，合着你会说人话呀？昨天你可不是这态度，电话里把我骂得跟孙子似的，什么你混蛋，你们全是大混蛋，还我还为虎作伥，我要是老虎，我第一个先吃了你。王总，我错了。你光认错有个屁用啊！赶紧拿水房洗去。洗了也干不了，你用吹风机吹呗。那不行，王总，吹风机吹完以后，婚纱全是褶子，肯定新娘穿不上。黄小山，你说怎么办？王总，我失恋了。你失恋了，活该，我还失业了呢。我知道我这次的错误特别的严重，就算您开除我也是情有可原，但是我真的情有可原。情什么情？你圆什么圆啊？你瞅你那哭丧着个脸，跟怨妇似的。是哪位仁兄那么识时务把你给甩了呀？是不是公司门口老等你那小子？你们是初恋情人、大学同学啊？是神仙眷属啊，还是灵魂伴侣啊？一下班屁股就跟着了火似的，公司所有活动你都不参加啊？我不就谈个男朋友吗？你好，感觉好，感觉跟捡了一个8辈子单传的大熊猫似的，你至于的吗？你恨不得整天顶在脑门上啊，满世界显摆。现在老实了吧？我真的那么讨厌吗？你别冷呢，你想想办法。是这样，王总，昨天下午您联系不到小仙儿的时候，我已经赶到那家婚纱店，让她做了一套备用的。昨天晚上也让新娘去改尺寸了，现在已经送到现场了。这不解决了吗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您没有早问我。黄先生，你看看人这工作态度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梗着个脖子还不服啊？没有，我落枕了。你是落枕了？你还是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给我看的呀？没有，我真的落枕了。真落枕了？那也活该。世界上什么最怕孤独？倒霉的是最怕孤独。就在此刻，黄小仙失恋的消息蔓延到公司每一个角落。酷似传说中怪叔叔的小柯，同时还有阅读障碍，没准儿他很快就会把看到的字读出来。失恋。这样一上班就偷偷在洗手间抽烟的广东仔，此刻应该正繁忙地交换着信息。
CC， 真正的上班时间是凌晨12点到清晨5点半。他是资深的夜店爱好者，认真敬业，从来没迟到早退过。此时他也许正在想：真的假的？啊，你发什么单呢？走啊！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显示，62%的中国人更愿意看到与传播坏消息，超出世界平均值21个百分点。此刻的我，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坏消息的发源地，而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。本人黄小仙儿于昨天上午10点半撞见自己闺蜜跟男朋友勾搭在一起，迄今为止精神状态良好，没有自杀与杀人迹象。报告完毕，请诸位放心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我的就是天气预报了。黄小仙儿，咱俩的桌子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如果你那边撞桌子，我这边桌子就会跟着颤，桌子一颤，水就容易洒在键盘上。这事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记不住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时冷时热，你傻，不阴不阳，从来都是不慌不忙，却总把别人逼到抓狂。据说此人一进公司就轻轻松松拿下几个震惊业界的时尚个性婚礼，几乎被大老王奉若神明，一举跃升为公司的2号人物小老王。从此不可一世，傲视群雄，公司众人皆以能与此人搭档为荣。不知道是不是怕我活得太过猖狂，他偏偏选择与我搭档，能在此人手下生存，连我自己都佩服自己内功深厚，神明顽强。因为我知道，论及刻薄、挑剔、阴损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2个在一个组共事2年，吵过的架比一对结婚20-30年的夫妻还要多。我的脾气点火就着，他却擅长冷暴力，化骨绵掌，以柔克刚，我次次都被他逼出内伤。因此，我为此人果断赐名王小贱。饭又热糊了。前台的36C 善良美，非常到位地印证了一个关于女人的真理：胸和脑不可兼得。我到公司这2年，他差不多天天会把盒饭热过头，然后让整个办公室都陷入刺鼻的塑胶味里。但这味道也在提醒所有人，从睁开眼睛到现在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却又混过了一个上午。哎，今天有什么好玩的？
厉害呀！我跟你说，哎，我也看一看。好久没过去。虾，虾，哎，我的键盘被猪给我弄坏了，给我换一新的。走了。哦，多可怜啊！我宣告放弃，内心激荡起波涛汹涌的恨意。这对狗男女，即使我不要道歉，不要解释，但我昨天转身而去时，见人状态是多么的暴怒和扭曲。即使没跑去轻生，持刀抢劫或者杀人越货也保不齐啊！难道你们都不好奇我是否还活在人世？难道都不能发条短信咨询一下？你好，请问你还活着吗？你干嘛呢？下班了，别在这睡了，回家睡去。赶紧走吧，我要关灯了。等等，干嘛？我能跟你一块走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刚把手机通讯录都翻遍了，没找到一个人能陪我走出这漏的。我想这可能是我之前24小时全职谈恋爱留下的恶果。自作自受，不值得同情。这么多年，这是第一次，我明确的知道，没有人等着我了。那个人不会在楼下大堂，一脸不耐烦的等着我了。今天，明天，永远，我愿意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，跟着任何一个肯施舍给我一个背影的人离开。走。我想借此摆脱我身后的慌张，那些大剂量的，像一个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一样，无限复制的苍茫的慌张。我的小狗屎，都等你一天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嘿嘿嘿，我一直就在门口趴着等你呢。要软，再给我笑一下。饿了，妈妈。再一声，再加一根。好啊！等我去，可好吃了这个。尝一下，尝一下它的糖分。麻猪肉，肉来了。你看，肉来了，这儿还有呢。哎呀，火怎么灭了？你帮我把火开大点来，马上就吃。
我最难听。还说他唱歌难听，他说他唱的比我还难听。老公，来切歌。哎，同学们啊，这班那班同学静一下啊。这戴眼镜这位男同学啊，哎来，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，就是这位男同学竟然说比我们家小仙儿唱歌还难听。不可能，我们家小仙儿最难听的。可能陆然唱歌那也不是一般的难听，对吧？相当不靠谱。哎，口说无凭，咱们比一比，谁唱歌最难听 ？OK。哎，咱们来一男的。你来个女的试试。我是说比有难度的。这选你。前面有请。小仙上去啊！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，歌词是如此的甜蜜，可是我害羞，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。为什么你？失恋的第一天夜晚，我失眠了，痛苦感变得具体而实在，像刚做完手术不觉得疼，耳旁有器械一过，伤口就开始剧烈地提醒我它的存在。30几个小时以前，我还自以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，同时拥有最好的男友和闺蜜，而此刻，我却同时被两边摒弃，像是从传送带上掉下来的零件，疼痛，而且孤单。你眷恋的都已离去，你问过自己无数次，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，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，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。我所有的何方何必何其荣幸。
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前，至少你可以说我懂活着的最寂寞。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，我失去的都是人生。当你不遗忘，也不像曾经，我爱你。你眷恋的都已离去，你问过自己无数次，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，超度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，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。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，所有的何方何必何其荣幸，在必须发现我